睡前呢要先准备咖啡，明天早上一按下去就可以喝。然后呢，再喝一个胶原蛋白跟胎盘素。准备好就可以去睡觉了。Twist to fit the mold that I am in. But things just get so crazy, living life gets hard to do. 我的一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开始的。早上洗脸化妆之后，拿着优格跟咖啡，抱着马鲁坐到电脑前，边看喜剧边吃早餐。好啦，所以我一个早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。虽然我平日会很早起来，就是大概5、6点吧，因为要上课。但是我周末的话，大概就是可能9点多10点起床，然后中午过后才会出门。然后大概2个礼拜会去一次 Costco， 然后 Costco 比较远，所以就今天用开车去。就是因为日本 of course 跟台湾一样，就是平面的比机械式的贵，所以我就是机械式的停车场，然后它很麻烦，我每次都要安全确认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是要先插钥匙，我每次都会忘记。安全确认，呼叫，密码，然后这边就写说要等它上来，要3分16秒。Costco 就是在东京近郊还蛮多间，应该有个2、3间嘛，然后在埼玉跟千叶那边都有。然后我最常去的是 Kawasaki 那一间 ，Kawasaki 那间 Costco 旁边没有 IKEA， 就是其他的 Costco 旁边都有 IKEA， 所以其实是去其他间 Costco 比较好玩啦。但是因为 Kawasaki 离我家比较近，开车过去如果是走平路的话40分钟，然后走高速公路的话大概是30分钟吧。其实时间没有差很多，但是走高速的话要大概2、3千日元的过路费，所以就有点贵，又没有快那么多。所以我大概2个礼拜去一次 Costco， 就是走一般道路这样子慢慢晃过去，然后去买一些那种就是业务型的大包的肉啊，这样子买回家囤货。到 Costco 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吃东西，然后我很喜欢吃 Costco 的 clam chowder， 跟他们一个叫做 bulgogi bake， 就是牛肉、洋葱、墨西哥卷之类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先买东西吃，再去买菜。买了1碗 clam chowder， 然后1片 pepperoni pizza， 跟一个 bulgogi bake， 还有1杯饮料跟一个 smoothie， 这样全部是1220日币，所以大概300、400台币吧，我觉得以日本来说不算太贵，而且它分量非常的大。然后因为里面人很多，每次周日下午来的时候都会人非常多，所以好倒霉哦，好大声哦，很多卡车，川崎这边很多卡车，对，然后所以每次星期1日下午来的时候，这边人都会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跑来外面这边吃东西。每次
次来必买1.5公升的桑菊亚。在家等我的马路枪 ，Sorry， 我是不是戳到你了？嗨，你在家干什么了呢？有乖乖吗？马路枪有吗？所以今天买了1罐酒，一个马路的零食，一只全鸡煮和手屋，一大盘牛肉可以吃1个月，然后6颗 avocado， 这样子600块，1颗300块的凤梨，一盘我最爱吃的 salami， 还有1包这个是 frozen fruits， 就是可以做早上可以很快的就做果汁来喝，然后这样子是1809日币，就是大概3000多台币嘛。但是我这样子可以吃1个月，就是全鸡这个汤就可以煮吃1周了吧。然后这个牛肉呢，我等一下要把它分包成1小包1小包，就是拿保鲜膜或是夹链袋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之后煮的话就会很快。OK， 刚刚把 Costco 买的一些菜啊、肉啊什么东西整理好之后呢，白饭下去，然后现在等白饭的时间呢，就是要来念书，因为我现在在念研究所，然后每天呢大概是上2堂课，一堂课是3个小时，然后每一堂课它都要你做预习，所以你就要念大概。有时候比这个厚，有时候比这个薄的论文这样子，因为你要先预习呢，你上课才可以讨论发言，然后你才会有分数，因为我们的发言分占50%，对，然后大概这样子的一个 case， 我需要念个1个多2个小时嘛，加准备，然后所以我晚上大概都会先念过一次之后呢，白天我可能7点多会到学校，然后再看过一遍。所以现在大概晚上5点多念一念，加吃个饭，可能就7、8点嘛这样子，然后再去洗个澡。白饭煮好了，我平常在家吃饭大概都是煮就是台湾料理，就是以前妈妈煮什么我就煮什么。然后现在因为是冬天，所以我今天有煮，应该不是说今天啊，就是这个礼拜煮了1整锅的麻油鸡，然后现在剩最后一碗，麻油鸡现在在热，白饭煮好了，要配卤肉饭。日本的厨房是比较小啦，就是我这边有2个瓦斯炉，算是比较多了嘛，因为有些那种单身公寓它是只有1个瓦斯炉的，但是我的琉璃台比较小，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像炖鸡汤的时候，我旁边就比较难再炒一些其他的菜，因为位置不太够。然后我今天是有卤，这其实也不是今天卤，就是我都喜欢做一大锅，然后就是一直吃，然后还可以带去学校当饭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就是做卤肉，就是做卤肉啊，然后配一些豆腐，然后再加1颗卤蛋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，1碗麻油鸡汤，然后1碗非常咸的卤肉饭，超级无敌重口味。然后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配东西看，就是有时候看看 YouTube 啊，但是我最常看的就是 Friends。其实 Friends 我从高中就开始看了吧，然后每一集每个 season 我大概可能都已经重复看20-30次有了。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喜欢把它放着，然后就是当背景音乐做事啊、吃饭啊、运动啊、做家事这样子。然后所以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 Friends， 但是因为我 Friends 已经看很多次了，真的就是20-30次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在 Netflix 上面可以找到的 show， 赶快推荐给我。
泡完澡超级舒服，很热，但是很舒服。现在大概是晚上10点钟，然后刚刚念了一下书，洗了澡，准备了一下明天的中餐，然后现在就要来做睡前保养。我平常就是用 SK-II 比较多，因为我比较在意一些雀斑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是先上青春露。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青春露吧？听过姐说要化妆免敷，但是我每次都是直接用手这样子大概按摩一下。青春露上完之后呢，我就是上这一个，一定有很多女生知道吧？这个就是那个什么，他们叫那什么小灯泡吗？这就是淡斑的精华液，稍微擦一下。大家雀斑都长在哪里啊？大部分都长在鼻头跟脸颊，我还蛮在意雀斑的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一个 RNA Power。我不知道它中文叫做什么，叫做火敷霜啦。它平常是一个更大瓶的一罐红色的，很气派，就是很像那种过年挂着的灯笼。但是因为我买 SK-II 买到，它每次都会送我赠品。我都在台湾买的，日本比较少送赠品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罐，我大概有4罐这个小火敷霜吧，所以我要先把那个赠品用掉。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用。然后我最近发现，因为其实我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嘛，我现在也是很年轻啦，但是我很早之前就开始擦保养品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我肤况应该不算太差。然后我最近在想说，除了用擦的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可以保养一下皮肤？所以我就开始喝胶原蛋白。应该很多人来日本都会买胶原蛋白的粉啊，还是液体回去吧。我最近在喝一罐，有没有看起来很高级？这一罐的牌子叫做82X， 然后这个是日本九州的一个牌子吧，大分市那边一个牌子。然后它是胶原蛋白，然后建议你说每天晚上前喝，它会给你一个就是小漱口杯，然后叫你喝25cc 这样子。然后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呢，还有一瓶是 Placenta， 也是82X 的，然后是叫做胎盘素，中文叫胎盘素没错吧？它这很特别，就是感觉很精致，因为你看它这边有写说它是用82种素材，就是植物的发酵精华所做成的 Placenta， 然后它这个呢是一天喝15cc， 它的味道比那个胶原蛋白刚刚差点用这个味道。它味道比胶原蛋白重一些些，但是冰起来的话比较好喝。OK， 我的一天就这样子差不多结束啦。现在是晚上11点左右，我大概都想要在11点半之前睡觉，因为隔天是平日，隔天是周一，然后我大概可能5、6点就要起床开始准备，然后去上学这样子。然后一样，皮肤保养完之后去泡完咖啡，明天早上一按我就可以起床去洗脸、刷牙、化妆，准备上学去了。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样子的 A Day in My Life，过了一个还蛮平淡的周末，就是去买菜啊、吃饭、念书、睡觉。然后喜欢这个影片呢，不要忘记帮我点赞，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告诉我你们周末平常都在干嘛。OK，anyways， 我要睡觉了。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 subscribe and like，and I'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. Bye guys.